像老鼠洞一样。对，你看这个感官啊，里边就一点光都没有了。我的胳膊就没有办法安放了，不能这样子。这是澳洲常见的鹦鹉 cockatoo， 公园里到处都是，性格活泼，一点也不怕人。这是鹦鹉岛 Cockatoo Island， 飘在悉尼港里的一个小岛，曾经是关押重犯的监狱和军事基地，往来这里只能乘船，所以很长的时间里，这里都是普通人的禁地。今天我们就搭乘渡轮，从悉尼歌剧院来到鹦鹉岛，了解一下这里作为重刑犯监狱的那段残酷又黑暗的历史。我们现在到了这个鹦鹉岛，这里之前关押的是到了殖民地之后再次犯罪的一些重犯，所以他们的地位更低，生存条件更加的恶劣。至于有多恶劣呢，我们等会儿就能看到。如今的鹦鹉岛是一派祥和惬意的景象，人们在这里喝咖啡、晒太阳、散步，岸边上还搭满了露营的帐篷，看上去好像一直如此。可要是把时间拨回到160年前，这里却是完全不同的模样。那时候的鹦鹉岛更像是一座人间地狱。我们能看到这个鹦鹉岛还是一个石头岛，当年那些犯人就是在这儿，在这个采石场，他们手工的采集石头，来盖那些牢房呀、宿舍呀、厨房什么的。你看现在这边，它到处都是这些帐篷，其实成为一个旅游的一个景点了。晚上的时候，人可以就是租这个帐篷睡在这里。我们是要从这儿上去吗？应该是这儿上去了。现在这个地方就还挺惬意的，很多人在这个地方看看海，挺舒服的。前面那些应该就是之前关押囚犯的牢房，我们往前走一走看看。这还有一个灯塔。我们从左边吗？先看看左边。哇，这么小，好窄呀！这个厕所。这不是牢房，这是厕所。这个感觉像是牢房，但是看不见里边。我记得我们之前来的时候有看到过里边的。你看，哎，上下铺。它有上下铺3层。它里面其实有一些床，看到了吗？但我不确定它是不是当时的样子。继续往前看吧。OK。Building 5。哦。这还有辐射标志，这是啥呀？An X-ray laboratory for shipbuilding。X 光的一个实验室。我们进去看一眼，从外面看就是挺窄的。你可以去那儿比划一下。是。很窄，而且非常低。很压抑吧？对，你想，我在这儿待在这儿，我就觉得已经很压抑了。他们还在这里边，阴暗潮湿，像老鼠洞一样。对，你看这个
这样关上，里边就一点光都没有了。这样的一个小窗口，可以看到里边是这样的，就是铺了木板，然后很窄啊。他们不知道躺下能不能躺平呢？就是之前在海德公园的那个监狱的时候，你不是觉得那个吊床非常窄吗？跟这个比，海德公园的监狱简直就是天堂。它会让你想到电视剧里边的那种天牢。这真的是天牢呀！冷静哦，好窄，得低着头出来。这边是被锁上的 ，authorized workers only。刚刚看了一下后面的这个信息牌，他说这两个牢房它是禁闭室，就是关押一些累犯或者重犯的。这两个地方可能很长的时间里都是被埋起来了，直到2009年的时候才被考古发现出来的。嘿，小朋友，这是那两个关禁闭的牢房，他们上边就是这个 Building 5，它就是正常的牢房。它修建于可能180年前左右。这个是犯人自己修建的吗？对，就是本地的犯人自己修建自己的牢房，就自己采石头，自己修建牢房，把自己关进去。OK， 就充当了好几十年的监狱。然后呢，2战的时候，它是被改造成了一个防空的避难所。哦，这是防空避难所。对，因为2战的时候，日本人也过来了。到了悉尼附近，可是防空避难所不应该是在地下吗？我的理解就是可能这个建筑比较坚固吧。OK， 它是什么防空演习避难所类似的地方。是这个牢房它有这种这么厚的石头，一层一层的垒上去的。这个石头他们就是从这个岛上直接采集下来的，人工采石，然后盖的这个牢房。30-40公分厚的墙，他让你 lie down and try one for yourself。这不会是3个人吧？我看着是有3个像枕头一样的东西，可能这一个床得睡3个人。3个男犯人这么躺着的话，肯定是很难平躺，可能你只能就是说侧卧着。它上面的标语是“你躺，让你自己试试看”。我来感受一下，也不一定是就是当年的那个床，可能是复原的。我觉得你躺下蛮适合的。就是每个人2块板子，睡在这个地方，就是平躺的话，完全是躺不下的。我的胳膊就没有办法安放的这样子，我得侧着来，这样子刚好，就像一个杀猪鱼罐头一样。真的很形象，你的比喻。就它还是上下铺，它不仅横向很窄，它纵向也很压抑。这个床甚至是4个人睡一张，它有4个那个木头枕头。他这儿说了，就是它2层的床，然后呢，每一个犯人还有40厘米宽的空间，40厘米宽，我的天，就是2块木板的宽度。现在可以让你坐在这里，休息休息。实际上跟这里相比，还有一个
更可怕的地方，你知道在哪吗？你说。就在塔斯马尼亚。在塔斯马尼亚有一个麦考瑞港，在囚犯中间有这样的说法，光是听到他的名字就会让人不寒而栗。有囚犯宁可杀人被绞死，也不愿意继续在那里生活。真的有这么可怕吗？来，我来给你讲一个特别黑暗的故事。1822年的时候，有8个囚犯从塔斯马尼亚逃跑了，但是他们却选择了最错误的逃跑路线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他们一路往东，徒步进入了塔斯马尼亚最险恶的山区。他们只带了一把斧头，没有带多少食物，更没有什么野外生存技能。几天之后，他们就开始变得饥肠辘辘，然后就有人开始饿得跟不上队伍了。你可以想象一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每隔几天，你就会看到有几个人在悄悄密谋，然后那个被孤立的人就消失在了同伴的肚子里。最后只有一个叫皮尔斯的人活着被抓到了，他被送回了麦考瑞港，交代了吃人的事实，但是没有人相信他，他又被关起来了。2008年的时候，有一支队伍重走了这条逃亡之路，他们借助了现代的科技和食物投放，23天只走了170公里，所以非常的难。比较戏剧性的是，皮尔斯被抓回来之后又逃跑了一次，这次是有人听说了他的越狱经历，一直怂恿着他一起跑，但这一次逃跑很快就失败了。可怕的是，皮尔斯这次又一次杀死了同伴，吃了他的肉，这次他终于被绞死了。皮尔斯的头骨现在被收藏在美国的一家博物馆里，因为当时有人相信可以通过头骨研究人类的行为，所以吃人肉这种事只有一次和无数次的区别。随着时间的推移呢，英国人就发现了一个问题。啥问题？就是他们本来相信这样一套理念，就是说这个社会上存在着一个犯罪的阶级，我把这些人物理的从我这个社会上清除之后，我的这些犯罪的问题就消除了。但现实情况就是，这些犯罪的人被流放了之后呢，英国社会的犯罪率不降反升了。为什么？其实犯罪问题它是一个社会的问题，并不是说这些人他本身会犯罪，而是说你的社会有问题，他们才会犯罪。反而是澳大利亚这边，随着它的不断的开发和建设，很多的囚犯当他们服刑完了之后，会选择留在这里，建设这里。慢慢的就变成了澳大利亚人，他们这个时候开始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园，开始反对英国往这边运送囚犯。所以到了1868年，随着最后一艘运囚船的到来，澳大利亚的囚犯流放制度就终结了。我们的参观到这里就要结束了。结束之前，我想我们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：澳洲究竟是不是一个大号的监狱？对英国殖民者来说，毫无疑问是的。对当年的囚犯而言，这里曾经是一个牢笼，甚至是地狱。但从另外一个层面看，这块土地也给了他们从头再来的机会，成为了许多人重生的起点。正是他们共同参与塑造了今天的澳大利亚。